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乌克兰或创纪录450亿美元援助，卡普斯京强势复活。俄防长称俄军为战斗力最强军队。乌克兰国防部长施米加尔在电报发帖确认，2025年乌克兰获得的国际安全援助总额突破了450亿美元大关。这个数字不仅创下自全面入侵以来的历史新高，更实现了近30%的同比增长。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还在持续加码。关于这笔援助金的用途，施米加尔透露，除了常规的弹药和防空系统补给外，超过60亿美元被专项划拨，用于强化乌克兰本土国防工业综合体，特别是备受推崇的丹麦模式联合生产。这意味着乌克兰正在摆脱单纯的输血模式，不断向具备自主造血能力的军工强国转型。未来战场上将有更多乌克兰本土先进武器用来痛击侵略者。讽刺的是，其中有近30亿美元的资金直接来源于欧盟和英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利润，用普京的钱来制造打击俄军的武器，这无疑是最完美的回旋镖。正如施米加尔所言，这种长期化、系统化的支持是确保欧洲和平的绝对基石。另一边，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新年讲话中竟宣称，俄军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。然而，真实战场数据却狠狠打了他的脸。根据统计，2025年俄军动员了40.6万人，但同期的战场损失却高达41.8万人，意味着俄军这一年不仅没攒下任何兵力，反而还在透支。更具体的数据看，俄军每夺取1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就要付出平均86名士兵的代价。这种靠肉浪冲锋、骑摩托车甚至步兵冲锋堆出来的胜利，不仅毫无技术含量，更是对自家士兵生命的极度漠视。所谓的世界最强，也就只能拿来自嗨。面对兵源紧缺的窘境，克里姆林宫计划2026年实行全年征兵制，再动员40.9万人，依旧试图继续用人海战术压垮乌克兰。但泽连斯基总统的回应很淡然，其表示只要侵略者不退，抵抗的枪声就绝不会停。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近日公开揭秘，此前盛传身亡的俄罗斯志愿军指挥官卡普斯京其实活得好好的，这一切都是乌情报局精心策划的特别行动。原来乌方情报人员敏锐地查明，俄情报部门正企图暗杀卡普斯京，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乌情报局放出卡普斯京已死的假消息，诱使急于邀功的俄特工上钩，最终成功骗取了俄方支付的50万美元赏金。这笔来自莫斯科的钱，现在反过来用于资助乌克兰的抵抗事业，无疑是对俄情报系统无能的公开羞辱。结合此前多名俄中将在莫斯科街头殒命的事实，足以证明，在情报战的维度上，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形成了降维打击。除了情报战场上被乌军耍得团团转，海外战场俄军也被打爆。根据布图索夫加在电报上的报道，一支隶属于俄国防部非洲军团的车队，在马里东北部梅纳卡镇附近遭到图阿雷格军队的猛烈伏击。据现场消息，至少5名俄罗斯士兵在袭击中被清除，一辆军车被直接缴获。这支所谓的非洲军团其实就是瓦格纳集团的继承者，原本是普京用来掠夺非洲资源、输出地缘影响力的工具，如今却在沙漠里屡次被痛击。这再次证明，俄军的战线拉得越长，流血的伤口就越多。无论是在乌克兰的冰原，还是在非洲的沙漠，正义的子弹总能找到他们的目标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